勒鞋，今年真的非常流行这种厚底的福勒鞋。这件安全裤我觉得非常的好穿，它就是你沾到多少，你画在眼下，大概就是附着多少。Hello， 我是薛06。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，那就是关于淘宝。我最近呢在淘宝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有些我已经有稍微使用过了一段时间，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。那我买产品呢，包含有鞋子，然后安全裤、刷具、粉扑、生理裤等等。那你对淘宝的分享有兴趣的话，那就马上看下去吧。看之前呢，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福勒鞋，这种厚底的福勒鞋是我前阵子在淘宝买的，那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穿的耶。可以看到它的底超级厚，今年真的非常流行这种厚底的福勒鞋，很推荐你们呢一定要去入手一双哦。穿起来呢就觉得软软的蛮舒服，不会是那种很硬的鞋底。然后它本身的鞋子呢，我是觉得有一点重量，它不是那种很轻的，它是有一点重量的。那基本上我穿它第一次穿的时候，会觉得好像会稍微觉得皮比较硬一点点。穿了一段时间后，皮质也变得比较软，穿起来就更舒服。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一款，就是厚底福勒鞋。这款鞋呢，就跟刚刚的福勒鞋不太一样，它的鞋底呢就是一般的高度，本身就是非常的软。对，它连皮都是软软的。小问题就是我觉得它好像稍微有一点小半号的感觉，就是如果你们想要穿起来更舒服的话，我觉得好像可以直接买大一码。因为像我穿这一双呢，基本上我是不太能穿袜子。那我是觉得它里面附的这个鞋垫啊，个人觉得有点偏薄，整体来讲重量也不会到很重，不像我刚刚那一双乐福鞋，就是真的很明显比较重，非常简易型的便鞋。然后再下一个呢，是我在淘宝买到我个人还蛮喜欢的生理裤。我觉得生理裤已经有穿过，而且是穿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不方便打开对，个人失误，我就还是放图片给你们看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平常生理期有穿生理裤的习惯的话，我觉得这款生理裤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大腿啊，它大腿部分是开的叉比较高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穿起来舒适度比较好。因为生理裤通常都会比较紧，然后弹性会比较没有这么弹。像我之前穿的那些生理裤，大腿的地方就是比较紧，穿时间过久，你就会觉得大腿很不舒服。内裤要是太紧的话，你在走路啊，那个内裤跟你的腿的皮肤就会这样子摩擦，到最后就是会痛。所以呢，我在挑生理裤的时候，我想特别买一款大腿地方的那个开洞能开大一点的话，我就会比较舒服。然后这个生理裤呢，我买多久了啊？超过半年以上了。这段时间每次生理期我都有穿它，我真的觉得还不错，所以在这边也是分享给你们。那既然讲到生理裤的话，那就来讲这件安全裤咯。我最近买一件安全裤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这里裤裆这里还有做一块布。网拍的示意图呢，穿裙子的时候这一块就是可以让你挺起来，比较不会因为有风吹进去它就会凹下去等等。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出门碰过风很大，无法做测试。可是就撇除那一点以外，这件安全裤我觉得非常的好穿。而且像这种比较贴身的安全裤，最怕就是穿的时候大腿的长度会一直往上滑。我穿的时候目前没有习惯穿比较高腰一点的安全裤的话，它又是高腰的。而且看到它弹性真的蛮弹的哦，整体穿起来的舒适度我觉得非常的好，最近买到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来介绍这个指腹刷。你有在习惯遮黑眼圈，你想买刷具的话，这款指腹刷我觉得 CP 值很高。它的售价也非常的平价，很可爱，应该也才50元台币上下吧。使用上它也不会刺还整个就是刷毛很软，它就是你沾到多少你画在眼下，大概就是附着多少，它不会把太多的粉吸进去。遮我的黑眼圈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遮的还蛮好的，它不会像我用手去遮很容易就是比较不匀。所以这支指腹刷呢，是我最近在淘宝也是挖到的好物。那
那既然都已经讲到刷具的话，我还买了一个粉扑，但是我必须说我还没有用过，就是毛几集的。它买来的时候呢，还有附赠这个盒子，可以让你收纳你的粉扑，我觉得超好的。打开就是这样，上面跟下面都各有一个这个毛几集的粉扑，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厚，粉扑有卖白色跟这个咖啡色的。看它上面的简介，咖啡色好像比较软。然后加上我看美妆 YouTuber 他们都是用咖啡色居多，所以我也买咖啡色。这个粉扑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像我手比较大啊，3个手指套进去也是完全没问题的，感觉很稳，整个面积也很大。我觉得这样子在画底妆的时候应该蛮方便的。这个毛几集粉扑之后我会再更新到我的 IG 动态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看我的使用心得的话呢，记得要去追踪我的 IG 哦。那最后一个分享好物呢，用了一段时间，而且我今天重复回购过好多次，就是一个粘脚趾的胶带。其实我在很久以前的淘宝开箱，我有分享另外一款胶带，那一款胶带原本我是很喜欢，可是我发现用一段时间后，它的粘性就不是很好，就是我在重复买后，它粘性就变得很差，跟我原本第一次购买给我的感受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后来对那款胶带呢，就是有点没这么喜欢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有发现这一款给大家看这一款。那其实我已经回购超多卷，那我先开一个新的给大家看，它就长这个样子。你们乍看之下呢，会觉得它好像是那种透肤胶带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它不是透肤胶带，完全不一样，它很特别。它这个胶带啊，它基本上是不能贴在脚后跟的，因为胶带本身它是没有粘性的，它是有点类似像那种魔鬼粘的特性，是利用表面去粘黏，所以你使用的范围呢是比较适合像脚趾头需要滚一圈的那一种。它是有弹性的哦，滚在你脚趾后，你就可以把它粘住，它就会这样自己吸住了。那我个人目前用到现在，我觉得这款胶带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它这样子滚完以后粘黏住，还算是蛮牢固的，不太会掉。像小拇指的地方很容易被磨到嘛。自从我用这个以后，我就真的蛮喜欢的，比我原本那个旧胶带还要爱。像你穿新鞋啊，很常磨脚趾头的话，这一款胶带呢，我也是分享给你们哦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的淘宝开箱，就是有些是新品，其他都是已经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好用，想分享给你们的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请务必留言告诉我，不要再不留言了，拜托留一下言，跟我说一下话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